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前大使谢文吉，翟轩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大家好，各位朋友好；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主持人好，大家好。好，现在中美这个杀成一团呐、因为这个关税战你来我往。美国呢现在一鼓作气在昨天把对于中国大陆的关税从原本的145%直接给你加100，本来那个中国大陆就已经说145我不跟啦，那他现在提高到245中国大陆那边的这些社群平台，微博啊、百度啊，都当下冲到了第1名啊，他就想说啊，美国又出招了。那当然，中国大陆是很淡定。他那时候就已经告诉你了，你加到145之后呢，这个其实你们的商品在大陆已经不具有竞争力了，所以我再给你加也没什么太大意义啊。那我们看这个零件呢，也是这个客客气气跟你这样子在喊话。你要知道我们中国大陆的立场是什么，我们来听一下。这场关税战是美方发起的，中方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是为了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完全合理合法，中方的立场一直很明确，关税战、贸易战没有赢家，中方不愿打，但也不怕打。如果美方真的想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就应该停止极限施压那一套。好，客客气气，但是讲的是狠话，因为呢态度非常坚决就是中国大陆到现在为止呢，从4月2号的这样子的解放日，川普说对等关税的开始，到现在那个立场上面没有一丝动摇绝对都是奉陪到底。所以商务部就在跟你喊话啦，就是你任何加税行动，我们都奉陪到底。我不加你这个245，但是有没有其他的杀招会来？你可以等着看嘛。那所以大陆的官媒也在讲了，讲说美方继续加征更高的关税真的是关税的数字游戏也是世界经济史上的笑话。那后面呢加征完又豁免，你这变来变去，这是在开什么国际玩笑？美国媒体纽时就发文了，川普对华征收高额关税非但不会实现制造业回流美国的目标，反而会造成美国的消费者支付更多的费用，同时倒逼中国的电商生态开拓到其他全球市场。哇，就是越打，然后中国大陆的这个电商现在好多美国人在下载嘛，所以是增强的是什么？增强的是中国经济的全球影响力所以连纽时都这么不看好川普的所作所为啊。那你看这个其实说到底，为什么川普一直要跟中国大陆这样子说，我要给你加多少啊？如果你们反击我，我就要反击回去。他说穿了就是他心里一个心魔，他太在意中国了。他这个搞不好这个醒着也是中国，睡的也是中国，想来想去通通都是中国。所以就连范斯没有在眼前他都想说范斯在哪？他刚刚还在这的，他一定是接到了中国的电话，都开始出现了这样子的妄想。搞不好范斯去旁边画眼线，并不是接电话，但是他就觉得说，说不定是一个这个。你要去接电话，虽然是玩笑，但是是不是凸显出来川普好急一直在急着等中国的电话吗？那连这个白宫的发言人都还要讲，一直喊话说球在中国的手中，中国需要跟我们达成协议啊。那大陆真的愿意跟美国谈吗？有这样的消息就说有愿意谈但是希望川普放尊重一点但是这不知道是不是又是一个传闻那因为白宫现在是承认CNBC 引用美国企业高层致电白宫询问的电话进展描述，白宫表示呢，中方没有打来电话过。那美企高管就说，其实一开始就显而易见本届政府严重高估了关税赋予他们对于中国的制约力那连微博热搜也都是在热烈讨论。白宫承认啦，中方没有打来过所以等不到那一通来自中国的电话，恐怕是让川普真正觉得很难受的一件事情那我们看到这个经济学家克鲁曼讲，接下来呢，川普恐怕要吞败怎么样的吞败法？他说，川普显然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北京已经暂停出口众多产业、军工业至关重要的稀土矿物跟磁铁那这2项发展
这样看起来，川普这个贸易战恐怕是输定了。那《华尔街日报》显然是对于这个美国财长放出来的风声来影响政策，而且呢，美国的谈判员设法跟其他国家谈判的时候，借此来孤立中国，这个恐怕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大家不见得会这样子理你啊。那再来，还有川普的承诺可信，哪个欧洲政府会愿意加入美国来对于中国发动贸易战，不惜自毁自己的供应链，这也是不太可能达成的。还有最终就是你用错了武器来打贸易战，明明是枪战，却是提刀上战场哦。那因此呢，大家就想到了过去这一番话，克林顿在讲，你们的经济啊，就讲中国大陆啊，就像一个泡沫啊，不好的事情可能会发生哦。当着马云的面讲了这一番话，马云是怎么回他的？我们来听听。Yonder, and you wound up with a bubble. If it comes from the bottom up, is it more likely that fewer bad things will happen? I think you American people worry too much about the China economy. Every time when you start to worry about China, China goes better. You Americans love to spend tomorrow's money. And the other people's money, maybe. We Chinese love to save money because someday we know the disaster is coming, so we can spend the money. So when the economy is bad, we still have the money to spend. You guys probably don't. You worry. 大家觉得说，他讲的非常有道理啊，就是你管好你自己的事情吧。而且你们是一个就是过度消费的一个民族性哦，那跟中国人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中国人可是喜欢存钱的呀。那你看看现在目前美国到底有些什么样的筹码？GDP 哦，现在 WTO 警告说，接下来全球恐怕都会被带衰啊，就是接下来要下滑7个百分点。而且联准会讲呢，就是昨天就讲说，我已经没有要这个降息哦，所以又导致美股又崩啦，道琼跌了700点哦，费半也跌了4%。那所以呢，这个接下来恐怕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连鲍尔都这样子警告哦，这是前所未见的一个状况。高盛也悲观的看待美元哦，说今年可能要贬20%啊。那还有这个关税加这么多。中国大陆还加码了美债啊，所以接下来这个美债也好啊，科技资产也好，还有贸易也好啊，这3张牌还握在中国大陆的手中，它还有很多 cards， 不是 no card， 所以接下来美国等着接招吧。我们来问一下季老师。对，其实这个就是说，川普这个政府已经出来厘清了啦，他说那个245%的关税不是全部的，他说是某一些项目。他说把他过去所增加的各种关税加起来，有几项是到245%，并不是所有项目都到245%，因为这个造成的恐慌不只是中国大陆的这个社会的愤怒啊，美商很恐慌，美商就完了，我本来还有一点希望，还是希望继续那个借中国大陆的这些商品在美国发财的这些美商很多啊。他说：“哇，你又给我加的话，我怎么混啊？”那所以川普的政府马上就出来，已经解释了他就很怕这件事情大家有这样子的认知啦。那也可以看出来，就是说川普目前这个贸易战，就跟很多美国的学者，包括这些知名的学者，包括耶伦都说，你这是在自残啊，你这是伤害自己美国啊。这个刀拿起来没有砍到别人，先把自己搞得全身是伤。所以川普的问题还没有他的危机都还没有解决，而且他现在只爆了几个弹而已。还有一个就是说，整个的供应链混乱以后物价整个物价失控这个通膨窜升，那个时候他如果那个时候再回头就太晚了。所以现在人家都在劝他，就你不要这样搞。人家不是说在看他笑话，讲他的都是美国人啊。你说的 Krugman， 他是诺贝尔得主啊，他是美国人啊。他讲这些不是要揭川普的疮疤，而是警告川普说：“你赶快，还有时间，不要这样做，改弦更张。”那你知道今天美国股票还是大跌啊，对不对？主要是 NVIDIA 带头大跌啊。没错。然后美元开始跌了。美元是这个大概是这10几年来最低的一次所以美债先让川普稍微清醒一点，那美股还是照跌，美元还是照跌。如果说他这个关税政策不改的话，那事实上他这个3、4就是说股市、债市、汇市还是会继续下去的话，那美国经济就完蛋了。
所以他的这个美联储的主席也已经在警告了，他说这样下去我们这个很难降息啊，这样子美国的经济前景不乐观，已经都讲到这里。可是我看这2天川普不管走到哪里，他还是怎么讲？他还是铁口直断，现在美国经济比以前好，而且呢，他的那个算法通通很奇怪，都是美国现在一片荣景。然后呢，他刚开始还说我们这个美国经济生病，所以要吃药。他这个药是不是还要人家继续吃啊？所以川普这样子执迷不悟下去，真的，我觉得美国这个经济真的是完全无法乐观了。因为他这个做法是让大家从常识上就觉得说，你这不是搬石头扎自己脚吗？对不对？马云讲的很有道理啊。马云中国大陆基本上你美国市场只占中国大陆的 GDP 的2.9%。所以中国大陆根本不在乎，那个成本都已经算出来，就是2.9而已啊。我 GDP 2.9啊，而且我现在不卖你美国货，我还可以怎么样？还可以转卖到其他市场。所以并不是说我今天不卖美国，我这个货就没有人买了。那义乌的那些老板都很有底气，他说我们本来就是做的是全球市场，现在美国这个市场有一点问题，我们现在想办法调一下就是啊。我们现在在增加其他地区的这些销售量，事实上也就是如此啊。可是你美国呢？美国现在你这个中国大陆有股市、汇市、债市三市都跌吗？就全世界就你美国现在搞成这样子，还不执迷不悟，那只能说呢，川普如果他不改变的话，伤害最大的是美国，不是别人。好，来请教杨老师。川普这个2.0开始他用关税，大家不要骂他的幕僚其中1987年他自己就在美国的媒体买广告，就批评日本跟沙特阿拉伯，他说对付他们就是要用关税，这些人一天到晚赚我们美国人的钱，对我们做不公平的贸易，我们要用关税才能够达成就是贸易逆差归零，贸易平衡。所以他1987年他就是这么认为，所以他是真正叫做关税基本教义派，而他真的认为我抽你高关税，我们之间的贸易就会逆差就会归零。那我就很奇怪，我请问川普美国在去年有90多个国家你跟他有贸易逆差，但你有110个国家跟地区你跟他有贸易顺差，那是别人对你有高关税咯？没有啊。所以对你有贸易顺差你就觉得没有问题，那贸易逆差的你觉得我要用关税，那关税当然不可能造成贸易逆差归零。那贸易逆差是什么问题？很复杂的问题，但简单的说就是刚才马云讲的嘛，美国有铸币权，自己不断的印钞票，然后呢花明天的钱借债，同时呢享受全世界最便宜的最好的商品，它负担比较低。其实你的贸易逆差是建筑在你享受他国的商品跟服务啊，难道这些商品在台湾做不用花钱吗？我赚你的钱很少一部分，那事实上你享受的是这些东西，那你自己因为把你厂商都外移，你的薪资过高，成本过高，然后你自己内部的2次分配不公平，钱通通都跑到有钱人那边去。所以呢，投你票的人事实上是最辛苦的人。现在这些农民，现在这些工厂的员工没有工作，然后呢，薪水变薄，因为物价变高。那中国大陆也不难买你的农产品。同时，最重要的是，如果你一天到晚叫人家来投资你的制造业，我请问你，川普跟你川普家族，还有所有跟你打小白球你的朋友，哪一个人投资美国的制造业？你都是在搞房地产、搞金融。钱滚钱，你在白宫介绍你的朋友，这个人股市赚25亿，那个人赚6亿，你没有一个人投资美国的制造业。投票给你的人，你没有投资他们啊，你叫外国的企业来投资来，那这怎么回事？你自己不屑投资你美国的制造业，你现在却用关税的方式要大家投资你制造业，谁理你啊？你现在平均关税已经27%，而且又越来越高的这个关税的障碍。你成本越来越高，现在只有半导体啊、汽车，因为被你逼的只好你的市场我去那边做，但是都做得奇贵无比。所以将来美国就自己存在很特殊的一个
奇贵无比的供应链，然后呢，全世界就跟你美国慢慢的脱钩，世界再去美国化，形成一个世界减美的另外的一个供应链。这谁造成的？谁坐困愁城？就是你川普自己。好，请教将军。川普提高关税的绝对不是万灵丹，如果是万灵丹早就做了，因为他有时候提高关税反而适得其反。目前就是这个状况。中国大陆讲的就是奉陪到底，所以中国大陆绝对不会主动打电话了。所以你川普打电话过去，你这样的话才能够化解。但是我认为目前的可能性还不高。中国大陆我们按照来判断它整个的政治的特性，它都是吃软，它不吃硬。你川普来硬的，他就跟你硬下去，对，奉陪到底是这个样。那看看川普怎么样去化解身段，怎么样去摆软，要这个样才能够这个有一些管道可以打通。那现在的川普啊，在全世界啊，在提高关税啊，已经走入了恶意模式了，已经走入极端主义模式了。已经变成这个状况，他全世界都得罪了，不是光只对中国大陆，包含日本、包含加拿大、包含澳大利亚、甚至包含以色列、包含法国，都这个样，太多了，都已经走入恶意模式了嘛。那你这样怎么去化解？所以我认为川普这个药下的太不是猛，我认为他乱下，他没有对症下药。你看美国这方面问题，美国目前制造业就底气不够嘛，没有制造业嘛，制造业一直在萎缩当中嘛，要从制造业的整顿、人力工时、工资成本的调整来着手才对，他没有抓到这个重点嘛。那你看一下美国现在美债那么高，36.8兆，怎么办？现在10年期的殖利率4.49%，也非常高那一直在堆叠，今年马上破37兆美元，怎么办？川普上任也要快，到时候到年底的1年，还是继续上这个，我们讲美国国债还是继续增加，继续叠这个积累啊，没有办法。我认为另外一个就是他的这个稀土，那中国大陆卡脖子嘛，很简单嘛，卡你的脖子。那也会造成不是光美国制造业，美国现在独树一格的军工产业、军工复合体就要这些稀土。现在稀土中国大陆一卡脖子一限制了之后，没有稀土了。你相关的这些我们讲的电子设备，包含光伏，就是我们讲到的光电，就是光电设备，也包含雷达系统，也包含永久磁铁的，还有这个储能系统都受到影响了。这是美国目前要的，结果因为稀土没有原料。那整个都荡下来了，那荡下来怎么办？不是要复兴美国的制造业吗？也要靠这个我们讲的军工产业吗？结果制造业没有恢复，军工产业还荡掉，那变成这个反而两者皆失啊！所以川普这个算盘打错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好，川普的关税现在还在这个自我感觉良好阶段吗？因为他说一天会收入20亿美金结果数据出炉是怎么样呢？美国的海关跟财政部他们公布出来，从4月5号实施以来现在才收到了5亿美元。换句话说，就是落差非常的大呀。而且呢，就是他们这个关税和特定税当这个项目的收入当天其实是3亿而已就是跟川普的讲的20亿好像想得很漂亮啦，想得很美，但是现实比较骨感一点那还有呢，跨国的玩具商他们讲说我们在中国大陆那边22年来所创造的一切现在给川普给毁了，因为这个关税简直是瘫痪了他在中国大陆的这个玩具生产公司迫使他得要提高到美国这边的零售价格因为这样等于是这些厂商我去那边设厂，然后我现在得要自己来满单那些关税，所以也是叫苦连天那现在还有很多人在找出路，就是去直接下载，比方像淘宝或者是说这个敦煌网这些直接跟大陆的工厂来下单的这样子的网站那在美国这边 App 下载榜的第2，在加拿大、英国、法国下载量也大幅成长，因此呢，川普这样的一个重磅打击反倒是让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产品电商平台成功出海那还有大陆的这个
大陆入场的员工哦，跑到了 TikTok， 在跟美国人讲说，你现在可以到我们的工厂直营下单了，变成了一个新的现象了，因为你不用透过中间商，你还是可以买的很便宜，就算你加税都比起你跟中间商买的便宜。现在最后赚钱的还是中国大陆，很厉害。我们来听一下。I love TikTok and I love what they spill for us. They're just, they've got our back. We need China. I'm so glad that China is letting everyone know now, finally, that your Birkins came from China. China, they just are the manufacturer of the world. China is on top of their game. 对，所以现在你看出来态势哦，就是世界工厂，中国大陆仍旧赚钱，那不赚钱的是那些中间品牌商啊、中间商啊，他们就被跳过去了嘛。那消费者呢，他们找到这条路来购买，因此呢，你看像 Team 的海外下载量增加了18%哦 ，Shein 最近也是这个下载量增加了6个百分点哦，显示消费者在关税这个加价之前哦，现在目前赶快在进行一些相关的囤货呀。那还有我们看这个淘宝在美国突然爆火，已经登上了微博热搜榜。所以真的是一个美国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啊，就是你川普以为你很聪明，结果想不到消费者他们也会自己找方法。那再来加州州长现在开的第一枪要起诉川普啊，说关税战已经让物价失控哦。那这个目前美国虽然宣布啊，就是很多国家是对等关税暂缓90天，但是因为这个中美之争越来越激烈嘛，白宫表示呢，现在这个输美商品啊面临到245的关税，但是中美双方没有进一步的谈判迹象，加州州长啊就已经受不了了，就已经这个出来反川普了。那还有昨天我们有介绍到5家美企也是告川普滥权，所以因此在美国本身哦，你说各地方政府啊，或者是一些政治人物已经开始站出来，已经要跟川普唱反调了。那现在目前川普民调是多少呢？根据最新的统计啊，大概是支持率到42%。不支持率是52%，而且拉锯持续在扩大当中，也就是说，讨厌川普的人是越来越多的，就连他们自家人也不停哦。现在他们也一起这个倒戈，要倒向这个民主党的提案一起来否决这个总统的关税这件事。那还有呢，我们看到川普主张节约联邦预算的这个改革哦，现在其实已经在影响选民的观感，很多的来自于红州的选民哦，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受不了了，就是有一些这种还这个爆发冲突哦，那甚至呢，这个在冲突的过程当中警卫还用电击棒把愤怒的民众给抬出会场哦，就是共和党他们有一些这样子的议员的演讲就有人去那边抗议，结果现在冲突是越拉越高。那另外在网络上面甚至还流传了这样的影片AI 制成了马斯克的抱怨就讲说我很后悔花了那么多钱帮川普裁员跟那个拉票那这个其实是 AI 合成，可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影片呢？其实是不是也看出了一些端倪，就是川马之间是不是真的有出现一些问题了？而且呢，还有一则就是说马斯克在五角大厦听取对华作战简报的报道，引起美国的轩然大波。后来川普就亲自辟谣说这是假新闻然后呢，也就是说让这个马斯克是不是接下来不可以再参与这样子的这个作战会议呢？那当时还这个报道里面还讲说好像川普当时说就骂了这个马斯克一顿但不知道这个到底是真是假，现在大家觉得说是个传言。但是为什么会一直有这个传言呢？就是其实因为川普的关税真的已经让马斯克受重伤，两人之间是不是出现了嫌隙呢？导致马斯克有一些产品品项已经暂停卖往中国大陆那边去了。倒是呢现在谁在夸奖他？普丁在夸奖他说马斯克像是苏联的太空英雄所以接下来马斯克会不会真的跟川普决裂呢？我们来先请教一下介老师。加州州长事实上是真的，他出来讲了蛮长的话他主要讲说加州事实上它的经济是全世界第5大经济体好像，然后是美国14%可是呢它的经济它这些整个的进口有40%是从3个国家进来的，一个就是加拿大，一个就是墨西哥，一个就是中国大陆。所以川普这样子的关税战一打开来加州事实上它的供应链供给侧的经济就出现极大的问题。它即使想要生产，它的原料进不来，对不对？它要消费，它的很多必须的民生消费品也进不来。所以40%是一个
是可以让加州经济几乎瘫痪的一个比重啊。而且像美国从这个太平洋进口的大部分的货品啊，都是走加州的这个好圣地亚哥也好，长堤也好，这几个港，现在这几港没生意了。没生意了，请问那些港口啊，不管是码头工人，还有这些报关行，还有一些货运业，他们凭什么为生啊？对，所以就变成就是说，不管你川普形容的多漂亮，你说啊现在多棒多棒，收了20亿啊，一天收20亿美金，事实上也是假的嘛，对不对？啊，美国要进入了真正的所谓的 Golden 黄金时期的美国正要到来，哇，形容的都很漂亮。可是加州现在就面临极大的经济这个灾难性的经济状况，对，所以他真的逼得他必须要对川普这样子提告，而且事实上的话，大概这个美国传统上贸易是属于国会的权利，所以川普是用一个过时的一个法令来怎么讲，来跟世界各国打这个所谓关税战，而关税的决定权不在川普，所以关税的决定权是在美国的国会。所以呢，这个问题就变成现在美国国会现在已经有人正在酝酿，那就是说要把这个官府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宣告的关税税率把它怎么样，把它宣告无效，然后正本清源，然后呢让川普所引起的美国这一场经济大危机那么能够尽早落幕，要不然的话，美国的经济真的是再不做一些正面的作为的话，美国经济要救美国，今年要救美国经济可能就太迟了。那所以加州州长现在已经出来了，然后一些这些刚刚讲的这些美国甚至共和党议员联邦参议员也出来了。我想会有越来越多的这些美国的政治代表性人物都会站出来。因为这个川普带来的危机不是世界贸易的危机，我认为是美国经济的危机。这场危机它对美国的这个负面的冲击可能会远超乎川普他所预期的。是。好，来请教杨老师。我们刚刚讲，川普一直信任高关税可以把逆差归零，这是一个错误的理解。而且他现在慢慢学到教训。对。那川普也认为高关税可以让外国到我们美国来投资，设厂供应链回到美国，美国再工业化。他又在做梦，因为你高关税的情况之下。就举例而言，像是你在西印、天母买到的这些东西，那你因为高关税，所以这个中国大陆的厂或越南厂就跑到美国来设厂，然后呢就可以卖得比较便宜吗？刚好相反，因为在所有美国的制造的成本都比在中国大陆、在越南要高很多。对，同时你相关的零组件的群组又不在这边，所以你要进口你进口又碰到高关税。中间商品跟零组件一样，所以同理，比较复杂的电器产品也都是一样的情况。除非我是用来交换你给我关税的减免，或者是他就喜欢接下来一定会玩这一招，暂停、豁免、降低，他会玩。也不要太简单化川普的这个策略。但是呢，他现在玩的空间有限，为什么？因为他现在对全球征战，然后呢？这个深打中国，所以基本上如果他玩到后来回到这个解放前，回到4月2号以前，那有什么意义？所以他现在变成，因为你高关税，所以投资市场也不可能。有一个是他真正的目标，他要大家买美债，美债现在来到了36.2兆美元，而今年大概到期9.2兆。美国的今年上半年的预算赤字来到1.3兆，下半年如果这个同样的话，也就你今年至少发11到12兆的美债，你才能够还债。问题是谁现在会来买？我都不知道谁现在要来抛售了。因为你现在的殖利率不断的攀高，大家没有意愿要去买你美债。为什么殖利率会攀高？因为你不断的搞高关税又反复不定，你美国的经济被大家不看好，那我怎么会去买你美债？当做一个避险的工具呢？当然都是往黄金、欧盟国家甚至现在大陆的这些股市，所以你会造成什么？造成通膨，因为关税进来一定转嫁给供应商跟就是老百姓，那你会造成你的出口衰退，因为人家也科你的关税，那你会造成你的信誉扫地，从此你不再是霸权了，
从此大家不再是像以前一样尊重你了。所以我是觉得经济衰退、金融危机、性欲扫地，川普真的是把美国这次给玩惨了。好，来请教将军。川普这一次的高关税，我认为他的几个特色造成他没办法突破。第一个，他就照顾寡头，寡头有钱嘛，那寡头有钱照顾寡头，但是问题是美国3亿4千多万人，这个都是他大众人更多，不能光照顾几个寡头。美国的寡头这个富可敌国啊，有钱的人就是非常有钱啊，呼风唤雨。但是问题是，绝大部分99%都不是寡头啊。所以你看，美国他这个川普要怎么样去把他这个财富结构、经济结构、所得收入结构要怎么样先去扭转？要在前面改变在前，然后在关税的这一方面的调整在后，他颠倒了，是这样。第二个，他违反经济学上的比较利益法则，大家便宜的互相卖，你便宜的我买，我便宜的卖给你，大家这样子，这个双赢，大家互得其利，两者共享是这个样。但是现在你这个，比如说台湾的半导体优势，卖给美国，那我们台湾粮食比较贵，那买美国粮食嘛，我们粮食自给率只有31%嘛，69%毕竟要从国外进口嘛，是这个样，它也违反比较利益法则啊。那这个这样子就不对了。第三个，美国的贫穷线，美国现在的贫穷人口640多万哦，美国的储蓄率非常的低，储蓄非常低，美国储蓄率有4.5%而已啊，有赚100块就花了95块钱了，这存5块钱不到。那这样的话，他就没有周转能力。美国大部分都是月光族，花光光了嘛。那这样的话，他就没有周转能力了。哪一天这个饮食卯粮了，没有周转能力了，那美国怎么办呢？那这个米缸见底啦，会变成这个状况啊。我们看呢，整个追根究底来看呢，美国是因为贫富差距太大。我们看财富来看了嘛，美国20%顶端的20%占美国全部的71%的财富，剩下的80%不在只占29%，那个穷哈哈，剩下的80%那么多的人。结果只占美国全体的财富的29%而已，不到30%。你看贫富差距那么大那贫富差距，穷的人、低下阶层的人，他会感觉到相对剥夺感出来了。你们都很有钱，那我们穷的人一大堆，都被你们剥夺了，那怎么办？所以我认为川普在这一方面他下了这个高关税自己没想到他自己内伤了，他是那样，问题没解决，自己还受到伤害，变成这个状况。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因为川普对全世界宣战这样的关税战所以现在是不是导致全世界转向中国大陆特别像是欧盟他现在的态度明显的跟之前不太一样。那欧盟的官员讲说，我们这时候如果还不跟中国合作的话，我们就是傻子那南华早报就有报道，他说连日来一连串的高层互访富有建设性的视讯通话，还有外交日程重新被填满都显示因为川普对欧洲的蔑视似乎意外的推进了欧洲跟中国重新接触的意愿欧中的关系、中欧的关系不断的在提升。那很多人在讲说，接下来是不是看到了这样的讯号，欧盟转向中国呢？欧洲的官员讲说我们是不会投入中国的怀抱但是呢，如果我们不赶快就跟中国大陆有这样的合作的话，这样的市场的话，我们就是傻瓜那英国的《镜报》也提到了，他说最近有一些这个迹象看起来欧洲大陆的目光已经逐渐转向东方欧盟的领导人也正倾向跟中国达成协议，而不是跟川普结盟。谁知道川普下一秒会怎么样呢？变来变去的，谁都怕呀。那连这个欧盟的贸易发言人他也提到了，现在欧盟应该要就达成协议尽自己的责任但是你美国必须要确立你的立场到底是什么呀。那英国甚至还现在强硬的讲
英美中贸易三角的博弈升级哦。在美国的贸易谈判里面，英国是不会为了换取美方的贸易正常化而牺牲跟中方的经济来往的。所以看起来这个欧洲许多国家已经摆明态势啦，就是他们要选择这个跟中国大陆的经贸优于跟你美国的这个妥协。那再来看看这个目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啊，因为去到了东协3个国家的一个访问啊，那在马来西亚也出席了晚宴。习近平在致辞的时候有提到，中马2国将会与地区国家团结一致，共同抵御地缘政治的阵营啊，来对抗暗流，冲破单边主义，还有保护主义。那要守护好亚洲家园以及美好的一些发展前景啊。那马来西亚的首相安华也有回应啊，他甚至还用中文来讲啊，我们来听一下。舍上无难习，舍法有心人。正像那句中国话所说的那样，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Thank you for clapping. That means you understand. 谢谢大家为我鼓掌。对，所以他们就说这个4海之内皆兄弟哦，感觉起来就是，我们决定选择跟中国大陆啊加强这个贸易的合作往来呀。中马还签了30多份的双边合作的文本哦，那提升这个双国双元还有这个如一文明的对话呀。那还有提到了，习近平也发表了一篇让中马友谊之船驶向更加美好的未来这样子的一篇文章哦。那这是访问在越南之后再次以船作为譬喻哦，所以这个意味深长。那另外下一站呢，就是要去到柬埔寨。柬埔寨这个是对于中国大陆来说是这个钢铁啊、铁杆朋友啊，它的巴铁啊，然后柬叫做钢啊，所以他们就是跟柬埔寨关系非常之好。那柬埔寨首相也是在讲说，非常欢迎哦，因为习近平的到访就彰显着这个中柬的关系深厚的重要性啊。那东协其实为什么中美之间一直在对东协有所角力哦？但是你看，像之前拜登啊，只是去拍了一张合照嘛，所以感觉上面并没有让东协真的转向美国。现在更不用说啦，在这一场这个关税战之后，很多的东协国家，这已经不太想理美国啦。虽然是说喊零关税，但是也不得不屈服的这种情况之下嘛。那东协的重要性为什么让中美都看重呢？因为其实他们现在目前的人口总量是6.8亿，是全球人口第3大的地区。那加上这个全球一体化的加深哦，所以它的这个经济影响力正在增加。2023年它的 GDP 是达到3.8兆，在世界经济量体当中啊，排名大概仅次于美中德日的第5位。那因此呢，这一次中国大陆去了，当然让美国很紧张啊，特别是习近平亲自出马。那他在柬埔寨这边的媒体也发文哦，中柬要强化战略协作，共同反对霸权主义哦。还有呢，要抵御这个川普的245滥征关税。习近平访大马，号召全球南方再出发，来对抗什么呢？小院高墙、滥征关税，然后这种地缘政治产生的经济风险哦。那他在访问完越南之后，也发表了构建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的一些联合声明哦。这也是习近平睽违12年再次去到马来西亚的国事访问。央视也提到了，这次的会晤其实也提升了中马双边的合作推进全球南方。所以这个世界的领导人要换了吗？我们看到这一个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萨克斯在讲说，美国的领导地位已经终结了。我们来听听。It's the end of American leadership, I would say. It's the end of other countries look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as a stabilizer, as a rule-based order, although that was quite frayed already, but now no one could utter those words with regard to the United States. Similarly, China was not in any way isolationist. It was the major trade partner of probably 150 countries in the world. But China has aimed for the last decades to be a responsible participant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not to put its head out too far. So China now has to take a more leadership role. 好，我们来请教一下介老师。现在美国这个市场，在全世界的市场，也就是各国能够外销的市场里面大概就是全球的13.1%啊。那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世界减掉美国的话，还有86.9%，这个86.9对13.1%啦。
那就是美国并不会像他2次大战的时候刚结束的时候，或者说是这个60年代、70年代，美国这个经济如日中天，美国是金元王国，是大家想要赚钱的唯一市场。现在已经不是了。你要赚钱的话，那个美国只占全世界市场的13.1%，13分之13.1啊。中国大陆占多少？中国大陆占10.6%，所以中国大陆是世界第2大市场。所以呢，就欧盟来讲的话，他现在一定要去拉拢中国大陆，或者更说得出来，他可能要打中国牌。为什么？因为就变成就是说，第一个，如果这个世界上我刚刚讲的86.9%，也就是除掉美国以外的市场，都还是遵循 WTO 的这个多边贸易法规那世界的贸易就不会乱。就是说你只有一个美国在作怪，我现在就是说把你的作怪的能力就可以排除掉了。所以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说那个86.9%这些贸易量的这些国家能够尽量把美国的这个造成的灾祸把它怎么样，把它阻挡在外。所以呢，对欧盟来讲的话，他现在必须要第一个还要跟美国谈判，在谈判的时候，他当然要运用中国牌他会警告美国你如果跟我这样子不讲理的话，我就跟中国大陆加强经贸联系。这对欧盟来讲是非常有利。另外一个方面，就美国市场变成这么不可以预测的时候，中国那个10.6%的市场份额的话，那对欧盟就更为重要。所以呢，欧盟看好中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浅显易见的道理啦。那美国现在这个整个作为的话，事实上是把这个整个世界把它推远了，因为他连他的过去对他很忠心的朋友对这一次照样被打的这个体无完肤修理的怎么样，灰头土脸的。对，所以川普就跟美国很多战略学者说川普事实上把美国在过去几十年前建构的这些作为领导国家的这些所有的这些条件跟他的本钱真的在一场赌局里面都输完了。所以呢，现在就看川普他能够回头到多少了。如果他还是一意孤行下去的话，我想的话，美国就是说会在大家的认知里面就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怎么样，一个麻烦制造者。甚至已经有人在讲了，我记得是美国人自己讲的说美国已经是一个流氓国家了。那这个情况下真的对美国很不利，那一定会加强这个非美国以外所有国家大家的互相的怎么样团结跟互助。好，来请教杨老师。现在是真的100年来难见的变局，但对有些国家也是100年难见的机遇，因为这个老大，这个做了很久的武林盟主自己在掀桌子了。对，那不要忘记，他做了好久的武林盟主，其实他已经老了，他很多的这些工具，他很多的这些招式已经大不如前。他基本上其实在掏他自己的最后的剩下的几个珍藏的招式，也被人家看穿了。那我是觉得现在你看到越来越多国家开始在加强彼此之间的整合。你看越南在习近平访问之后呢，他就公开的说，希望能够加入到金砖组织，成为伙伴国。然后呢，这2天中国跟巴西在开始讨论建构2洋铁路，也就是说，在南美洲这边是以秘鲁的前凯港然后呢延伸出去，在整个南美洲建立铁路网和中国这里的对接。同时，你看到欧盟已经跟中国在讨论中国的电动车，把去年的就是欧盟设的关税拿掉，然后呢讨论最低价格。所以基本上已经在做实际上的动作，而不是在外交上的只是这个沟通而已了。那我是觉得，当然中国在下个礼拜会在联合国安理会要开一个非正式会议，邀请所有联合国193个国家都出席，来指控美国的单边霸凌关税。现在二哥跳起来当大哥了但是呢做法不一样。我是觉得过去美国我们刚刚提到，它很多美国是开放的，是没错，但他现在把这个围墙弄起来，他搞错了。你是开放，你的重点要改革，因为你内部其实贫富差距太大，你那个制度
你那个建制派享受既得利益者享受的太多了。那中国其实一直在改革，但是它现在更进一步要走向开放。这个改革开放，中美之间也的的确确选择不一样的这个道路。我有点开玩笑了，现在有点像是冷战时期不是北约对抗华约吗？华沙公约组织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现在有点像是新北约对新华约。新北约指的是北京，新华约指的是华盛顿。没有围墙，但有高关税；没有零和对抗，但有关税制裁。现在各自就在这个重新重组、改变世界贸易秩序。很显然，大家有些国家因为经济因素、安全因素啊，或者是阵营因素，跟美国当然还是会维持一定的互动，甚至密切的联盟关系。这个我觉得短期内都不会改变。可是呢，越来越多国家知道，你鸡蛋不能只放一个篮子里面，你要更加的广大的去了解到这个市场的变动。大家像刚才我们讲的克林顿说啊，你们中国现在碰了，大家不了解，中国现在已经要从世界工厂变成一个先进生产技术大国，而这个转型正在激烈的过程推动当中，大家全世界都看到，而美国的川普的关税政策呢，正在推波助澜往这个方向推进。好，来请教将军。这是习近平访问东协三国，包含越南、马来西亚还有柬埔寨。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到这个马来西亚有可能变成金砖第11个国家的可能性蛮高的，因为整个东南亚国家10个国家里面，只有印尼在今年2025年1月加入这个金砖10国。那包含泰国、包含马来西亚都在争取为下一个。那这一次的话，访问是没有泰国，是马来西亚。那我认为马来西亚入列的机会会比泰国来得高，两个都在争取嘛。因为整个的东南亚这个10个国家，它人口6亿8千万人，但是它的 GDP 只有3兆美元，所以按照来看的话，它正在经济起飞。那经济起飞要找市场，它可能就是看到了中国大陆的市场，因为中国大陆14亿人口，然后 GDP 每一年总共18兆美元，市场够大，购买力也够，是这个样子。所以那现在这些东南亚国家是有3大优势。第一个，它有这个替代市场的优势，中国大陆人多嘛，替代市场就已经找到了嘛。第二个，有地缘战略的优势，因为这个中国大陆跟这些不管马来西亚也好，或者是越南也好，将来有铁路，除了有陆运之外，将来会有铁运，有铁运有陆运，而且也有海运又有空运，地缘战略这个地缘比较较近的话，这个时间成本、运输成本都来得低。你要卖到欧洲也好，卖到这个美国也好，毕竟时间成本跟运输成本就相对的较高，那就地利之便嘛。那所以就在东南亚嘛，是这个样。那第二个呢，包含我们看欧洲跟中国大陆有这个中欧班列，这个铁运也有，我们讲到往新疆过去也有陆运，只是陆运没有铁运多，因为走一带一路过去是这个样。换句话说，这个欧洲一般来讲也比美国来得近了，因为有中欧班列的关系。那所以欧洲也要找市场啊，现在全世界他们都要找市场，找替代市场。那欧洲找替代市场就看到中国大陆，那中国大陆也有地缘之力，那这样也有市场之力。那这样的话，所以中国大陆跟欧洲这一方面呢，我认为欧洲慢慢会锁定了，它会离美国因为高关税的关系，